现在秋天真的来临了，所有的人都关注着二呆，关注二呆今年秋天到底能捕获一只什么样的蛐蛐儿。依照常规，二呆一定会到九次的坟头上转悠的。九次活着的时候是第5生产队的队长，这家伙有一嘴的黑牙，个头大，力气足，心又狠，手又黑。你只要看他收拾自己的儿子，你就知道这家伙下手有多毒。他的儿子要是惹他不高兴了，他会捏着儿子的耳朵提起来就往天井外面扔。九次活着的时候威风八面，是一个人见人怕的凶猛角色。谁也没有料到他在40开外的时候说死就死。九次死去的那个早晨，村子里盖着厚厚的雪，那真是一个不祥的日子。一大早，村子里就出现了凶兆。天刚亮，皑皑的雪地上就出现了一根鬼里鬼气的扁担。这根扁担在1人高的高空四处狂奔，扁担还长了一头纷乱的长发，随扁担的一上一下张牙舞爪。人们望着这根扁担，无不心惊肉跳。10几个乌黑的男人提着铁锹围向了神秘的飞行物，可他们逮住的不是扁担，却是待客的女知青。女知青光着屁股，嘴里塞着抹布，2条胳膊平举着，被麻绳捆在一条扁担上。女知青的皮肤实在是太白了，她雪白的皮肤在茫茫的雪地上造成了一种致命的错觉。人们把女知青摁住，从她的嘴里抽出抹布，他们还从女知青的嘴里抽出一句更加吓人的话：死人了，死人了！死去的人是第5生产队的队长，他躺在女知青的床上，已经冷了。女知青被一件军大衣裹着，坐在大队部的长凳上。女知青的嘴唇和目光更像一个死人。然而她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，目光虽然散了，可她乌黑色的嘴唇却有一种疯狂的说话欲望，像沼气池里的气泡，咕噜咕噜地往外冒，你想堵都堵不住。女知青见人就说，你问一句她说一句，你问什么细节她说什么细节，你重复问几遍她重复答几遍。一个上午，他把夜里发生的事说了1000遍，说队长如何把他的嘴巴用抹布塞上，说队长如何在扁担上把他绑成一个大字，说队长一共睡了他9次，说队长后来捂了一下胸口，歪到一边，嘴里吐起了白沫。村里人都知道了，都知道队长把女知青睡了9次，都知道他歪到一边，嘴里吐起了白沫。人们都听腻了，不再问女知青任何问题。女知青就望着军大衣上的第3只纽扣，一个劲地对纽扣说。后来民兵排长实在不耐烦了，对他大吼一声，说：好了，知道了，你了不起，9次9次的，人都让你睡死了，还9次9次的，再说我给你来10次。女知青的目光总算聚焦了，她用聚焦的目光望着民兵排长，脸上突然出现了一阵极其古怪的表情，嘴角好像是歪了一下，笑了一下。她脱色的脸上布满了寒冷、饥渴和绝望，绝对是一个死人。这次古怪的笑容仿佛使他一下子复活了，复活的脸上流露出最后一丝的羞愧难当。第5生产队的队长就此背上了9次这个费力费神的绰号。如果队长不是死了，谁也没有这个胆子给他起上这样的绰号的。
9次人虽下土，但是他凶猛的阴魂不会立即散去。每到黑夜时分，人们依然能听见他蛮横的脚步声。这样的人变成了蛐蛐，一定是只绝世精品，体态雄健，威风凛凛，金顶蓝相，浑身气绒，遍体紫亮，俗称金顶紫三色。这样的蛐蛐一进盆子，肯定就是戏台上的铜锤金刚，随便一站便气吞万里。毫无疑问，二呆这些日子绝对到9次的墓地旁边转悠了。除了二呆，谁也没那个贼胆靠近9次那只蛐蛐。不过，没有人知道二呆这些日子到底在忙些什么。到了秋天，他身上就会像蛐蛐那样平白无故地长满爪子，神出鬼没，出入于阴森的洞穴。可没有人知道二呆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洞。有人注意过二呆的影子，说二呆的影子上有毛，说二呆的影子从你的身上拖过的时候，你的皮肤就会像狐狸的尾巴扫过一样痒戳戳的。那是亡魂的不甘，要借你的阳寿回光返照。所以你和二呆说话的时候，首先要看好阳光的角度，否则你会被招惹的。这样的传说孤立了二呆，但是反过来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：二呆的双脚的确踩着阴阳两界。一个人一旦被孤立，他不是鬼就是神，或者说他既是鬼又是神。你听二呆笑过没有？没有，他笑起来就是一只蛐蛐在叫。他一笑，天就黑了。